Hello， 我是那个大叔，很高兴又来到我的游戏频道。今天继续带来全军破敌战锤3的对战影片哦。没错，我这次依旧使用是鼠人，然后这个是灰先知瘟疫系的。主要呢，他担任工作就是召唤师啊，召唤这个氏族战属或者是风暴害属这些单位。就是应急时的救场啊，因为我方前面其实应该说属人的地界单位都蛮容易逃跑的，很容易溃散，所以有的时候需要一些召唤物来帮忙，那就是使用灰先知瘟疫系的啊。那刚刚有看到前面这边一字排开是氏族战属长毛兵，然后左右两侧是风暴害属长戟版本，这边中间还混杂了一对风暴害属剑盾，让我方正面最前面这边比较有输出的能力。那这边还有佩戴两队的次元闪电炮，那左右放的是这个机枪兵，属人机枪兵很强哦，很好用。然后最后后方是这个三忍队，主要就是用来反大，老样子又是个铁桶啊。不过这一场对方距离太遥远了，而且对方其实我编制的大炮也是蛮多的，所以这样子打对我方不太有利。等等会开始挪动阵型，我们看一下这边矮人的配置吧。后方风琴炮总共配了4挺，然后还有一对这个仇恨仇时机精英版本，基本上都是对步兵的。那这边呢放的是矿工，矮人比较低阶单位，用来就是防御或者是拖时间，让后方有更多输出。那正前面呢是矮人勇士，那旁边这边呢也是两队的矿工，正中间放了两队的雷鸣枪手，以及这个我们拉近看一下，这个是领主马拉卡，主要就是想要利用他这些像是帮忙补充弹药啦，或者是提升军火那个威力输出的技能，就是针对我方远程单位的资源啊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开始进入战斗吧。刚开始的时候是想说用闪电炮跟对方的大炮互点，但是这个森林非常好，让我方完全无法发挥。刚刚画面没有带到，闪电炮刚从那个角度是完全打不过来，会被树给挡住，跟对方的风琴炮差不多，不过对方的仇时机还是可以打到，因为他的抛物线很高，非常危险啊！这对机枪鼠已经被打了一半的血量了，50%消失了，这队基本上快要没事情做了。先躲到森林里面，躲进去可以逆中，让对方看不到，士气没了，这就是鼠人最麻烦的地方。士气消失的非常快。好了，我方前面还没有粘到对方，还没有接战，就已经先被雷鸣枪手两队这样子射了一轮哦，非常可怕。然后后面那个投石机不断的在丢我方的机枪鼠哦，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啊，因为机枪鼠算是目前他看得到的非常高价单位。好，这边我们近战就直接开始粘上去哦。不管是用三忍队，或者是用氏族害属长毛兵，都可以。反正现在就是正前方就是这样大乱斗，尽可能的去贴上去。不过鼠人贴一贴，应该会士气会蒸发很快，这是没有办法的。对方把雷鸣枪手往前拉，看来我方的领主很危险哦。一轮骑射下来，
差不多扣了25%，这算有点痛。有，因为我在尝试召唤东西，结果又被断了。他这个射击竟然会把领主给射倒，当时我是始料未及的，坦白讲。然后刚刚又被石猴那个砸到一下，这个士气非常危险。然后这边放了一个法术。我记得是让我方有那个对注入有中毒能力的。好了，那这一轮交战过后，领主也开始逃跑了，这是很正常的。鼠人很容易在第一波冲锋的时候就是会逃跑。好了，我方的机枪鼠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攻击位置，针对对方的雷鸣枪手不断射击。不过似乎有些子弹是被树给挡住了，输出很有限啊。然后对方还是有攻击到，所以这只机枪鼠重创。这边雷鸣枪手又往前挺哦，两队雷鸣枪手都往前，不断的开始射击。好，终于召唤出来了，风暴骇鼠长戟版本。直接召唤到对方的护盾后面，那这边只要一个回头就是变成背袭哦。我们看一下，那这边这样就算是一个变成背袭的状况哦。被背袭的单位非常危险，那个血量会扣很快。好，我这边再放让我方的武器注入中毒能力，它这样子被包夹被。这样夹着夹着，这边会消失哦，这边很快就蒸发掉了。不管你是勇士啊，还是矿工，你看一下这边，它这边其实会夹着夹着，它会慢慢的会消失。好，我方机枪鼠依旧躲在森林里面不断的输出哦，这是一定要的，因为我现在不敢出去啊，出去会被对方的雷鸣枪手贴住射击，我方就非常危险了。然后这队雷鸣枪手现在不断的被围剿，这种远程单位通常被黏住就很难过，哪怕是矮人的。不过我知道有一些那种复合型武器的那种单位就很难处理，就是能近能远都可以的。啊，这边我方的领主从旁边回归啊，要找准时机再召唤东西。攻击了，好，机枪组现在在攻击对方的领主哦。不过因为模组所剩无几，只剩下8个人头，所以那个产生伤害非常有限，基本上打在身上他没有什么感觉啊。这个是机枪组现在损失太多，模组太少，打不出伤害。那一轮射击下来。他血量感觉没什么减少，我们继续再看一下，你看这一轮下来，他的血量，好吧，他基本应该是没有扣血，感觉不出来。啊，对方这边矿工跟勇士血量都所剩无几哦。啊，这边还在持续交战，因为这边我方是风暴骇鼠跟3人队，其实这2种单位。算蛮能撑的啊，然后这边就开始要调整那个兵力了，又在持续不断的射击，然后对方的领主感觉还是无所畏惧。然后风琴炮这边现在对方的炮兵也是被黏住了哦。其实炮兵被黏住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只能乖乖被打了。但是他们应该也输出到不少东西啊。其实理论上来讲，他们应该要占很大优势，有那么多的对步兵型的那种大炮。好，这边等一下围着就会蒸发掉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正面这边，对方士气其实这边也撑不住哦。他们这个勇士的士气都撑不住了。矿工也不行了，鼠人其实不怕士气撑不住，
因为士气撑不住是蜀人常常会发生的。你玩蜀人就真的不要怕士气撑不住啊，他士气撑得住，你才要觉得很奇怪。他正常都是士气撑不住，打一打，然后很快就跑了。但是他回线能力也很强，不过前提是你不要遇到对方那种巨兽单位会造成惊骇的那种话，蜀人回线就很痛苦，因为通常回线的单位的士气都不高。对方好像只剩下一只领主了，然后现在就是大围殴，正义使者们的大围殴。没有，反正现在就是剩一个单位，就是大家围起来差不多了，因为其他单位都已经没有士气了。不过嘛，他真的还算蛮能撑的，这样子围剿其实对他造成伤害真的不大。哪怕是现在护甲强度减50%，好，他终于最终还是战死了。这边还有一些那个领展单位，这个其实不用看，这个应该是稳输的啦，这个我们加速过去就可以了。因为剩一队勇士跟一些那种这些老弱残兵，其实也没什么的，因为这种炮组人员本身就没有作战能力啊。这个他放下大炮就是准备输了。前面刚开始，我方的机枪组基本上就被对方拿下来，然后闪电炮其实到后面也没什么好发挥的，因为炮推得很过去，一路上也是被对方的那个大炮在点，基本上都是靠着数量优势，然后还有灰先知在对方的大部队后面去做召唤，然后形成了一个包夹。只要有做到包夹这个动作的话，这种步兵单位被背后袭击，那个损失是非常巨大、非常恐怖。哪怕你像是这些矮人勇士啊，或这些高护甲单位被围剿，也是很痛苦。好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赞，并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个大叔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